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因为武侠小说很简单，它是一个靠力量解决问题的地方，谁的武功厉害谁就赢嘛。降龙十八掌打败了桃花岛的掌法，降龙十八掌就赢啊，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武侠小说特别让我们读者感觉到，心平气和、干净，就是原则很简单，很好 follow 啊。那我们中国人活在武侠世界当中吗？没有吧？你在电影院排队的时候，有人插队，郭靖会出来赏他一个降龙十八掌吗？不会啊。有人在地铁上大小便，黄蓉会出来拿打狗棒法打他吗？也不会啊。我们陶醉在武侠小说世界里面，因为它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它是我们逃避的地方。我们相信力量，就是因为它虽然单纯而美好，可是它不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我今天参加奇葩说会第一次的要开马东一个玩笑呢，我开过你很多玩笑，可是今天要开的玩笑是关于你询问问题的方法。就是马东一开始就问了这些大人，说你觉得小孩打架了要不要打回去？他不是问小孩自己，他问大人哎。这里每个发言的人都是大人，包括你们按钮的100个人都是大人哎。所以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老师的世界喽。你们都经过文明的洗礼，你们都知道遵循法治的优点，所以你们根据这个判断，你们根据种种教育的原则，然后你们决定告诉小孩、告诉老师或者打回去，那都是大人讲的观点。所以马东老师一询问了大人的观点之后，再来问这一队的人，而这一队人说：“小孩有小孩的世界啊，我们大人不要掺和啊。”这些大人就在里面掺和着，是大人的价值观在鼓励小孩子，你应该打回去，你要有反击的力量。当博邦尼在小孩的时候，他可想不出这些道理来，他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嘛。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我们怎么想得清楚呢？我们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哈利波特本人没有被班上的坏同学欺负嘛，欺负死了。他没有爸爸妈妈，血统被质疑，所以老师要保卫他那个好的几个知己，他要跟坏同学起争执。我们这些读《哈利波特》的人，难道不希望邓布利多校长出来魔棒一挥就把这些坏同学统统给治了吗？我们希望，可是校长有校长的智慧，所以邓布利多校长呢，有的时候管，有时候偷管，有时候不管，有时候送你一把宝剑，有时候派一个幽灵，反正就是做各种事情，他就是不出面来替你处罚，他要小孩子自己锻炼。可是老师是昏庸的吗？老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老师知道。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学校被我们当成是最可爱的学校之一，里面有坏学生，有好学生，有坏老师，有好老师。所以我们其实对老师、对好的教育是充满期待的。我们不能因为真实世界的教育制度没有用，结果我们就把它打到谷底，说这是一个不可信的制度。我要特别提醒的是，潇潇如果私下跟我们做朋友，我们会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坦率可爱的人。可是潇潇刚刚讲了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打那个告老师的人，他设立了一个黑帮的规矩。如果他跟他班上的同学，大伙儿都一起号召说，谁告老师谁就是王八蛋，我们就打他个死。这个价值观散播出来，最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就是我非常恐惧的，叫做私刑，叫做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霸凌。对，你知道我们这些公众，我们在座这4个人，我们在微博上不会被少骂的啊。有多少人喜欢我们，就有多少人讨厌我们。讨厌我们的人会用多少方式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羞辱我们，用最脏的话骂我们。上网的人可能是个13岁的小孩子，他懂什么？他用最肮脏的话说，他不知道那个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可是我们会忍住，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的名字亮出来，让他被逼迫了他的账户关掉，让我们的粉丝全部到他上面去，把他的版页给刷了，然后让他活不下去。我们不会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知道你号召大家一起来欺负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做了多么不对的事情，这就是私刑。所以法律是一个底线，它保障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自的价值观而约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欺负某一种人啊。所以如果我今天敢站在告老师的这边，不是因为我认同告状这个行为，可是因为我恐惧私刑这个行为。所以我同意刚才廖凡所说的，培养还击的力量，可是也要培养还击的智慧。我们要相信大人的教育，然后在这个教育当中，我们今天教了几件事情，我们相信反击是必要的，我们相信反击的力量，可是我们要相信反击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当中，如果有理性的、和平的解决的方案，我们就不需要用还手的方法来打回去。好，谢谢。你的男神标准是什么？我的男神已经在天堂了，高仓健，如果高仓健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我会跟他私奔的，没问题的。去天堂？阿勇哥男神，
一样，就是可以抛弃前面人生的累积，重新来过。你呢？我喜欢的男神是身上有魂的那一面，灵魂的魂，混蛋的混。混蛋的魂。所以今天来的这个，你认为他是一个既大众又小众的一个男神。这样的男生很有趣啊？对啊，点燃我们的好奇心。啊，应该配那个什么影帝走进来的架势，对不对？很多年不见了。你上哪找我去了？没有，我刚才出去方便了一点。最近有一个人把他当男神，谁呀？小 S 啊？你如果来康熙，你会被他上下其手。他会扑上去，他会扑来，是吧？他会扑来。廖凡，你平常是个爱说话的人吗？一般。男神本来就应该酷吧？没有，他得有这个。2杯下去，你看他话多不多？早知道我就不用喝了，来了。廖凡看《奇葩说》了吗？没有，好的，哎呀，行，太险恶了。什么意思？你就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完了，你给自己设个坑，自己掉进去了。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牌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扛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这是档严肃的辩论节目。男人不奇葩，哪来么么哒？女人不奇葩，则该补夜叉。我呢是命中注定得坐在马东旁边的 KK 康永。耶！我呢是命中注定被毒舌的 JJ 金星。我呢是命中注定要给命中注定做一个命中注定的广告的 马。我说了3遍命中注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一位男神，命中注定是我们本场男神，因为他最近演了一个电影叫做《命中注定》，欢迎廖凡。我呢是命中注定满嘴瞎话的廖凡，第一次来到奇葩说，据说是没有底线，让我感受一下啊，不会被弄死吧？你想弄死谁就弄死谁吧。我们这个今天很不容易请到廖凡，因为他平常啊，除了拍电影就是拍电影，就是拍电影啊。你今天讲话都快讲3遍是吧？对。为什么今天会来呢？就是我们这个跟命中注定的做一个命中注定的结合，所以他才会来的。你觉得我们这样给你们节目打广告好吗？觉得特别好，命中注定啊，是吧？这个命中注定是你跟汤唯发生了一段命中注定的故事。是命中注定的，在一个浪漫的海边海滩上，真的啊，咱不是说电影里啊，真实故事，真实生活在海滩上认识的旁边，海里呀。我第一次去这个戛纳电影节啊，然后呢，在海滩上正遛弯呢，然后就老远就看见汤唯了，然后我就特别想邀请他去看我们在这个戛纳放的一场电影，我就问他要了一个电话号码。哦，然后他就说：“哎，你不是那个谁吗？是吧？白日那个吗？”我就那会儿还没有白日，没有。他说：“哎呀，这不是那个白日那个吗？”你说不是，哎呦，你们那是那个戒色那个吗？对，白日。戒色的。不是，您说的那个电影都是后来的事儿。后来的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刚才开始拍电影。开始拍电影啊！你去找他要电话号码。对，然后呢，他就也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后来我就想请他看电影，然后就一直没打通那个电话。
我很佩服他，碰到一个长成你这样的还能给电话号码，很难给一个真的。所以我才来参加奇葩说。是，就是第一次基本认识这个廖凡的人都会被吓着啊，就是说最近他自己在微博上面转了一个，就是以前都说廖凡长得非常像一个猥琐的强奸犯啊，最近得了影帝之后长得像一个大义凛然的强奸犯啊，是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女人心很奇怪啊，她会去喜欢那种看起来一眼看去不是好人，后来发现真不是好人的那种人，是吧？男的不坏，女的不爱，是这样吗？就典型为他说的啊，长得坏坏的样子，危险，长得危险，就是刺激嘛。康永哥，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坏男人呢？因为他会带来惊喜吧。你知道，好人呢就可预料，坏人不可预料，所以喜欢一个坏人，他可以让你常常防不胜防的感觉。就是在今天的语境里面说一个人好人，说哎这是个好男人，你才好男人，你们家一家好男人是吧？基本上就是骂傻。你比如说像周旋义，典型的好男人啊，这样的啊。这边的陈明，好男人一个，对。可是你不觉得陈明跟玄义的话，看起来还是陈明坏一点吧？一个是脑子坏，一个是全身坏，对啊。这话题就到这儿吧。那个廖凡老师，请你前面看一眼啊，我们一个巨大的 logo 啊，是这个叫奇葩说，上面一张嘴，嘴里面一个舌头，在上面有一个旗子，旗子上面一个飘扬的2个大字叫有范儿，这是有型有款也不如有范儿的时尚 APP 冠名播出奇葩说，感谢有范儿，谢谢。你念 APP， 对，你念广告就念广告，你干嘛带着廖凡一路看？我很认真在这看，我以为要看你们干什么？他说有份儿哦。对，然后康永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呐，如果早晨起来不吃早餐，而只喝1盒牛奶的话，其实是饿不死的。怎么可能饿不死呢？真的饿不死，不信你试试。怪了吧？哎呀，不信你试试，我不明白啊。喝1罐古力多燕麦牛奶。你今天是一个人念广告有困难吗？是。哎呀，谢谢赞助。廖凡老师，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刚才从开场到现在所录的这些都会剪掉的，我知道。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一个辩论题目。小朋友被欺负了，应该鼓励打回去还是告老师？想当年侃爷还是小侃侃的时候，因为长得太好看，没少被小朋友欺负。打回去，侃爷觉得自己没这个本事，说不定还会2宰打。告老师，侃爷又不屑于做这种事。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困惑。小朋友如果被欺负了，打回去无疑是一雪前耻、扬眉吐气的好方法。一味忍让会让对方更加肆无忌惮，欺负到极致就成了50度灰。不许孩子打架，万一培养了一个未来的受虐狂甚至抖 M， 那该怎么办？但打回去得要求孩子发育的超常，否则如何招架得住强壮的胖虎？假如打不过，还有第2招，告老师。告老师让孩子懂得遇事时可以借助外界力量来解决问题，避免小朋友走上霸道总裁爱打我的道路。可这种方法容易让周边同学瞧不起，影响友谊。更严重的还会被贴上小奸细、大喇叭、爱打小报告的标签。那小朋友被欺负了，应该鼓励打回去还是告老师呢？我如果有儿子被欺负了，该打，年轻打无所谓。先打，打不掉就跑呗，跑不掉再告老师呗。打他，就是打，不要告。我肯定打回去了，打他，一定要打他。他打我就打他。跟我小时候我是会揍回去的，因为小时候长得比较彪悍。可能尤其像我们2个比较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会被欺负一下或者怎么样。没有。是吗？你都是欺负别人是吗？对，挠他。好了，我也是。所有说打回去的人是真的没有打过架的。打架和一般的嘴炮不一样，潇潇的嘴炮啪啪啪各种放，但真打他就哭了。艾丽肯定又是走什么社会正能量。你说他一当老师的，他能告诉小孩他们打回去吗？哎呀妈，真够可以撕碎他。今天晚上我绝对要七夕，随便骑，让大家看一下，我这新疆这匹骏马是不能随便被骑的，真的。潇潇那身板撑不了，颠几下下来。那你觉得他们那边会骑谁呢？潇潇啊，潇潇。好，那如今你就骑潇潇吧。太讨厌了，因为就如今骑我吧，我不好意思下手，你知道吗？好，我们题目出来了，小朋友被欺负了，应该鼓励打回去
还是告老师？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红键是打回去，蓝键告老师，请表达你们的态度。按键。第二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二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KIN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KIN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5、4、3、2、1。77比23，压倒性的，说要打回去，有23颗良知，今天还在现场闪闪发光啊！要告老师，估计这23个人里面有22个本身是老师。好，那个我们要请我们2位团长和廖男神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好，这开喝了，这叫啊，好的牛奶，牛奶，廖凡。你要是有孩子，在学校挨了欺负，你什么态度？我基本上第一反应会选择让他打回去，但是呢，我得闹明白，就是说他为什么被欺负。你比如说，他要是跟这个小朋友抢女朋友是吧？2个人争风吃醋，被人欺负了，你说打回去那也是正常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对对对，发育太早。其实他没有别的理由，就是来了一个块特别大的，哎，你爸是廖凡啊？打就欺负你了，怎么着吧？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必须得打。对，那就是打回去。对，你这样，你非得给我下这么一套。对，打回去，打回去。好这个立场坚定。我觉得你刚刚那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吧？你令尊大人那么有名，肯定在学校常被打。对，肯定的。童年阴影，童年阴影，没打过，但是会把我带到一个黑角落、砖垛、神秘的拐弯抹角的去处然后摁着我的脑袋说段相声。有过，那太可怜了。有过，确实有。那个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长相，真的长得跟大兵一模一样。我有告过老师，我到了老师办公室，然后老师，我昨天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一办公室的老师，所有人都说来先说一段。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老师比黑社会还厉害。那康永哥会选择什么呢？我知道呢，告老师这个行为看起来就是很不上道的样子，不入流。可是奇葩说嘛，就是大家练习一下跟自己作对，内心的搏斗可以增长智慧。你为这个节目已经牺牲了好多了。今天真是到达底线的，是吧？竟然要站在告老师这边。蔡康永选择了告老师记下来啊，记下来，记下来啊！回家记在日记本里。对，太丢脸了。金姐，我肯定打回去。我也不问你为什么，没有，我觉得孩子们在学校发生事情，大人别掺和，孩子自己解决完事了。第一次解决不了，第二次学会解决，他学会自己生存嘛，对吧？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我从小到大都是那个出馊主意的孩子，我支持别人互相打，但我从来没打过。听你刚刚讲的那么正义凛然的样子，结果就是这么个货色。对，好，我们这个这么多位选手，前面这6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这3位选择了告老师。你看，老实孩子都老师，这边这3位野蛮生长的他们选择的是打回去。很难得，这次是反方处在一个绝对劣势。反方谁先开始？我先来。我们就是因为你才处在绝对劣势，你不知道吗？打架，大家一想到东北，第二想到新疆，对吧？但是一个新疆爷们儿今天说要告老师，你可能觉得怎么这么怪呢？那我来说一下。首先，为什么大部分人选择不告老师立马打回去呢？就是因为觉得不打回去怂呗，怂嘛。但问题是，打回去打赢了，就是真正的威武吗？大家知道威武的武字怎么写？
止戈为武，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才是真正牛。小时候在新疆，我也算是比较这个弱势群体，经常被欺负。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恶霸，他说校园10公里范围内全是我的地方，我就被各种欺负。但是现在过去了20年，校园10公里范围内啊，对学校10公里。你们是每20公里才有一个学校吗？对，比较稀疏，都是骑着马去的。但是这个哥们儿现在过了20年，他所牛范围还是校园10公里范围内，就那么点出息。小的时候很牛，长大就不见得牛了。所以小的时候打不回去，跟威不威补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我知道大部分人不找老师是因为我知道找老师没用。我今天要替全国将近1800万老师道个歉，因为我也是老师之一。我知道我们大部分老师还是解决问题稍微欠了一些，还没到那个位置。如果你去告老师了，那个老师去叫那个欺负你的那个人家长，然后你知道他叫完家长以后，那个人还是来欺负我，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才不去找老师的。但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老师，我真的想去改变一下，请大家相信我们一下，我们这些老师群体，老师应该怎么去办呢？应该去教育那些牛学生，你身强大是不是？告诉你，蜘蛛侠一句话：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别欺负小屁孩，有屁用啊！或者我告诉你，辛德勒名单里面那句话：欺辱弱者不是权力的象征，你要学会保护大家才行。如果还是不行，我告诉你，在新疆怎么解决啊？新疆，如果你真打好，你别在下面打，真有我真有老师来，你们2个过来，我把拳击手套给你，来给我打，在这给我打，我当着面看着你。你是哪边的？没有，你好像就是啊。我的意思是，打回去你也得先告诉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我要去打他啊，而不是自己打过去，因为你这手控制不了。所以你的观点是说，要告诉老师我要打回去了，这意思吗？没有，哎呀，这只是极端。你坐中间吧。对呀，就是没有极端情况，因为作为老师，我真的很害怕。学生不给我去讲，大家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出事儿了怎么办？是。作为我们成年人，千万不能给孩子灌输一个错误理想，就是什么时候只有打回去打赢，才能证明你不怂。真正的不怂是根本对他不屑一顾。今天我的孩子被欺负了，我说你给我打回去，你不打回去的话，你就是怂。那我的孩子假设把对方孩子打怕了的话，对方孩子会怎么说？他也给他爸讲啊，他说爸，今天我被欺负了，你也给我打回去啊。双方父母无限的循环，那直到有一方丧失战斗力，这事儿才结束。那什么是丧失战斗力呢？那就是打破了呗。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虚荣当成了孩子的光荣，因为自己的一点点想法而耽误了未来孩子的前程。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我希望大家能稍微相信我们一点点，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好吧？非常感谢各位，谢谢。很有经验。好，齐溪了。好，首先艾丽，打回去。刚才艾丽代表新疆爷们儿，我要代表我们成都爷们儿说2句话。爷们儿，等一会儿，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啊！太爽了，哎呀，好甜蜜啊！刚才艾丽说她要代表1800万的老师，但是我告诉你，其他所有的老师没有像你这么闲，给我们个机会。好，艾丽，那麻烦你来帮我解决一个纠纷。我现在相信你。好，范甜甜打我，好，你帮我解决一下。来，没问题，来吧，来，看你敢。好，艾丽老师，我姐姐，甜甜姐同学，还是要尊重。你为什么打潇潇？关你什么事啊？非常好，甜甜姐同学，非常好。你打他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爽？你问我妈呀！啊，你爽不爽？你爽你打我呀！老师你这个吓人！你打我行不行？你开口就跟我爽，我告你性骚扰！我告诉你，我就告校长。那你性骚扰他就不行，您不能骚扰潇潇。好，你不能骚扰。好，老师，我懂了。很明显，您的劝解是没有用的。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当我24小时的保镖？甜甜不可能只欺负我一个人，他欺负了姜思达，欺负了博邦尼，你可以同时保护我们3个人吗？我可以把他制住，他真是我学生，我各种。非常好，老师，拜托你帮我把他开除，然后开除之后你要保证我们校外的安全，你可以保证吗？没问题，可以啊，大家要相信教育的力量。
所以刚才齐溪的重点是说，如果告了老师，老师就算解决得了一时，也解决不了一世，是这个意思吗？对。那打回去就解决得了一世吗？对。接下来你要听我们的观点啊，听他们观点。其实刚才这一幕啊，是典型的一个好学校的老师进入到了一个坏学校。这个反方非常软弱。非常卑微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我不敢相信他的结论是拜托，恳求你们相信我们一点点。对呀，什么气派啊！对呀，好，来，正方第一位是谁？邦尼。今天特别紧张，因为廖凡是我的男神哦，我喜欢他10多年了，所以说那你够老，你说的我都紧张了。对，我特别紧张。然后要抱着你转一圈吗？可以吗？去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哎呀，太过瘾了吧！廖凡，这边这个大兵呢也喜欢你10多年了。我已经4手不了。哇，这高！谢谢。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不用，已经没有遗憾了。圆满了。那我帮你，你感不感谢帮你促成？不用谢我，没关系的啊。是我促成的。我不感动。我要你表达感谢的方法就是，你知道我今天是那一队的，给你坐下吧，认输。这个题目是我坚持要打的。我觉得今天我来这里说这段话，我就此生无憾了。你刚才已经此生无憾了，你到底要几次此生无憾？你有几生啊你？你这么会儿已经可以死2回了，你知道吗？邦尼是太紧张。然后我先想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然后我不想博取大家同情，是这样。我前2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我们小学同学会，喝着大酒呢，我一同学跟我说邦尼，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上体育课被谁打过吗？我当时一下就愣了，然后一下就哭了，然后那个眼泪就一直的流。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是选择性的遗忘了一段回忆。我以前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小胖子，现在也是。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天上体育课，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拿了一个篮球砸在我的头上，然后我就去告老师嘛。然后到老师面前，我想不到这个比我高、比我壮的男生哭得比我还大声，然后老师就各打50大板，就把这事给抹擦过去了。但是从那天开始，这个男生和他的男生小团体在每一堂体育课都欺负我。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逃避的人嘛，然后我就拒绝上体育课，小学体育课、初中体育课、高中体育课、大学体育课，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在别人面前做运动感到非常羞耻的人。我唯一能做的运动就是在家里跑步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什么样的人会去欺负别人？很简单，欺软怕硬的人。他去通过欺负那些比他更弱小的人，获得一种存在感，一种优越感，貌似自己很强大的这种优越感。所以说，他第一轮去欺负你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试探。他就像一个人走进了超市，看了一堆柿子，他在掂量哪个柿子最软，我就要戳你，我就要吃你，我就吃定你了。然后我又想到第2个问题，就是那欺负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很简单，你越害怕，他越兴奋；你颤抖，你恐慌，你求饶，他就更爽。如果现在我能够穿越回过去，去对那个很小的我说话的话，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打回去，你必须打回去，你就是咬他、踢他、去挠他，你必须打回去。我们不是要打败他，我只是想他证明我不软弱，你不要再欺负我。我想向他证明，你可以打我现在，但是我不会让你爽到，我会把你拖在泥巴里跟你一起打滚。你打我没有什么好风光的，你也很狼狈。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要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因为比一时的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屈辱更可怕的是，就是你会带着这个屈辱的回忆一直活下去，直到你变成一个真正软弱的人，一个总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人，一个到了新环境里身上还打着我好欺负的那个烙印的人。不要这样，打回去啊！
你就要勇敢的去反抗啊，要变得强大啊。当你去告老师的那一刻，你已经放弃了改变自己的这个权利了。你为什么要告老师？因为你希望得到庇护嘛。你希望你什么都不用改变，老师去改变这个同学，老师去改变这个环境，你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但如果你选择要打回去的那一个时刻，你就已经改变了。第一个，你认清了这个现实；第二个，你开始要武装自己。善良是很珍贵的，但是如果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痛苦本身并不是财富，但对痛苦的反思是财富。被欺负本身也不是礼物，但是对被欺负的那个反击就是礼物。你已经被欺负了，就一定要打回去，把这份屈辱化成你人生的礼物。好，漂亮，我干嘛？漂亮，好了，没有想到一个人居然在3分钟内能实现2个一生的梦想啊！是，对，已经爽了吧？对，再也不要说话了。还没有什么可变的了，蔡团长，要不然今天就到这儿吧。超级有可变的啊，是吗？我只是不想要抢了他们的话说，我知道他们一定能够反击的。OK， 好，反方哪位开始？打回去啊！谁呀？永开。永开，你这个样子像能打回去的样子吗？就是不能，所以我选这里啊。听得邦尼说的很感慨，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被欺负的。坦白说，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自己都是被欺负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微妙？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记得到底我们欺负过谁？因为孩子会选择性遗忘。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都看过哆啦 A 梦对吧？那哆啦 A 梦有一个人叫做大雄，经典的怂货。在小叮当出现以前呢，他的人生超级的可悲，每天被胖虎逼着抢玩具，再不然就是打他，再不然就是逼他听他的演唱会，再不然就污蔑他喜欢他妹妹。大家发现没有？大雄的人生在对方的眼里超级怂，直到小叮当出现以后，他开始有各种道具打回去。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胖虎被玩得超惨。可是，你那是什么道具？小叮当有那么多的道具可以讲，他偏要讲一个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的道具。你有一只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是吧？忘记掉缩小放大 ，OK？ 忘不掉。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胖虎的话，这故事会怎么写？有一个人王八蛋叫做大雄，每天骚扰我妹妹，同时用任意门过去看静香洗澡。我最爱的东西是什么？是唱歌，他每天侮辱我唱歌。自从有了机器猫的帮助以后，他每天都把我好不容易借来的玩具给拿回去。甚至有的时候，偶尔我们小朋友打闹闹嘛，反正打不出问题，我就拍他一下。于是乎，他就用小叮当道具来让我出丑，让我丢脸。大家发现没有？小朋友的世界里面，他们的记忆里面只记得自己被欺负过的事情。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小时候有一个人很爱欺负我，超级恨他。可仔细回想起来，他为什么欺负我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也不懂因为什么。就我完全想不到理由，直到有一天，就是我思考这辩题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哎，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其实他每次打我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打回去的。他每次打我就说：“活该你没爸爸，活该你没爸爸，活该你没爸爸。”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是被欺负的。你懂吗？廖凡，你的孩子如果真的有一天被打，他跟你说：“爸爸，有人因为我爸是廖凡，所以就打我，不要轻信他。”因为搞不好你不知道他会不会问人家讲说：“哎，你爸是谁呀？”哦，水地工人，我爸是廖凡。哦，孩子告诉你他是被害者，不要相信他。他可能被害，可是他至少也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被害。所以孩子是分不清道理的。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懂道理的成年人，例如老师来教育他，告诉他什么是道理。胖虎，不要欺负大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的力度在你眼中是小，对大雄来说是大。
大雄，你不要歧视胖虎的唱功，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哪怕他做得很烂。这是一个好老师，懂吗？虽然有一些老师做得不好，可是不要放弃去告诉老师。就好像有一些医生医得不好，你不可能因为医生医得不好就乱吃药吧？所以我们告诉小朋友要告老师，不是让他们怂，而是让他们懂道理、学长大。你们告诉我们打回去，不是你们勇敢，而是因为你们不想长大。谢谢。哟，哇，大逆转啊！嚯，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强权的比赛现场了吧？对，语言就是力量啊！好，潇潇来吧。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现在小孩油嘴滑舌，很有可能我被打了，但是我先犯的贱。那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小朋友。那我作为老师，那我怎么评判到底谁是谁非？如果这个小孩这么喜欢说谎的话，那告老师有什么用？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举了小叮当的例子，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小叮当鼓励大雄说：“大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去告老师吧。”说真的，我们看不到几百集的哆啦 A 梦，因为1集就完结了，没有人愿意再跟大雄做朋友。好，我来解释一下，其实刚刚我们的票数为什么会这么悬殊？有70多个人选择要打回去。其实，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真的被欺负的话，我相信现场有些朋友是不见得当机立断会打回去的。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大家还是选择了打回去？是因为大家觉得告老师是一种非常龌龊的行为，大家觉得很不耻。如果我选择了告老师，我很丢脸。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初中班主任也是不知道作什么妖，弄悄悄话信箱。好，悄悄。他做这个悄悄话信箱的原意呢，是想大家有什么思想动态及时跟他汇报。但其实他弄巧成拙，悄悄话信箱就成了我们班所有的同学互相背后捅刀子、互相背后倒黑水的一张温床，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就经常会找一些同学去谈话，然后那段时间我们班上人心惶惶，而很快悄悄话信箱就被取缔了，因为在悄悄话信箱的背后，我们班的施暴行为更加严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欺负了谁，我很清楚的知道，老师为什么找我谈话，我很清楚的了解。在我们的学校，我们不打勤的，不打懒的，我们就打爱告老师的。你们知道吗？刚才金姐说我们这边像是什么坏学校的人出来，其实恰恰相反，像我和思达是属于从小就娘的比较彻底的男生。OK， 不要忘记你是代表成都爷们儿在说话，继续。好，而邦尼呢，一看就是小时候特别容易被人欺负的傻白甜。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傻白甜。对，我告诉你，因为现在的小孩是很刻薄的。如果你遇上一个熊孩子，你真的很想死。你在飞机上如果遇上一个熊孩子，追赶跑跳碰，你觉都不用睡了。但是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没有办法跟小朋友去斤斤计较。那这个时候谁能治他？只有孩子。孩子最好的老师是孩子，这个时候只能以暴制暴。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No。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告老师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告了老师，老师无法解决问题，而是我们的孩子爱上了告老师的这种感觉，他迷恋权威，你懂吗？比如说，我长大了，我觉得从小到大我都是被老师保护大的，那我就会问马老师，马老师，范甜甜老打我，去死！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我领导对我的态度。如果我产生了迷恋权威的感觉，长大之后我就会对我的领导倾诉我所有的抱怨。这个时候他发现他请的不是一个员工，他请的是一个祖宗。打回去看上去粗暴，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敬你是条汉子。而如果他真的告老师，我打他，那就是我打你是个谢谢。贝奇基呀！加油加油！你说怕迷恋权威嘛，是吗？在迷恋拳头怎么办？我告诉你，
第一个问题，首先是你欺负了我，我才会反击，我不是施同暴者。样的，你欺负了我，我才告老师，这不合理。迷恋拳头怎么办？不会迷恋拳头，如果你一直打我，那我当然一直反击喽。像你一直打我，我一直告老师喽，所以迷恋不是问题，对不对？首先你发现没有，我一直打你，你一直告老师，你也发现告老师没有用，对不对？这个再解决。这再解决，你一直打我，我一直打回去，打回去也没有用的。来，第二道问题，刚才说你是成都最娘的，我没说成都最娘的，我告诉你，他没有说他是成都最娘的。笑笑来。他们没有办过这个比赛，没有选出这个冠军过。来，继续，让朱晶继续。我个人认为你是成都相当娘的。那请问你怎么打回去？你是打的都是女孩子吗？哦，那还真，我告诉你，那还真不一定。打回去是表明你的态度，我可能打不过，但是我要打回去。所以你就是本身就不喜欢告老师了。对。因为你觉得老师没用，对不对？不是，我觉得老师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今天甜甜姐是老师呢？来，起立，老师，我欺负了张思达，他来告老师了。啊，老师，那欺负我。好，那我跟他道歉。给他道歉。对不起，姜思达。你以后别打我了。好，马老师快敲。好，你发现没有？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我嘴上说着对不起，心里更想打他。我们等一下解决。他处理方式有问题。刚刚那2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中华女子学院。好，齐溪告一段落啊。现在反方第3位如晶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实刚才从一开始到现在讲到现在，就是唯一一个问题而已，就是他们每次告的老师都是一些很怂的老师，有问题的老师，像艾丽的老师，解决不到问题的老师。如果今天找一个强悍的老师，会解决问题的老师，那就没有问题了嘛。所以是老师出现的问题，不是告老师这个行为出现的问题。这是第一。讲一个故事啦，有一个学生，他光头嘛，因为他身上有病，他癌症，然后他光头，小朋友就很喜欢欺负他，笑他你是光头，你是光头，你是光头，那怎么样呢？那是打回去吗？也不是，那老师就给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老师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把自己的头给剃光，这样以后谁在取笑光头，就是在取笑老师，就没有一个小朋友再敢取笑光头了，这就是解决方案嘛。是小朋友被欺负的方法有很多元。如今的意思应该是老师用这个方式让同学们知道嘲笑光头是错的行为。对。后来他们欺负胖子怎么办呢？他们欺负胖子的话，老师会劝这个胖子减肥，这样子别人就不会欺负你了。你以为我会讲叫老师吃胖是吗？被反摆一道吗？用多元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说告诉老师，老师可以给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比你每次打回去，然后他又再打回你，你再打回去，以暴制暴，这解决方案不好。而且很多人以为小孩子打打闹闹打不死人，其实是错的。小孩子打架是最不懂得分寸的。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常出现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常常会玩嘛，看了周星驰的电影，打开一个门一个板擦，这样一掉去那个头上，很可爱，是不是？那每次被拍的那个小朋友就想，每次都是我被欺负，这次我要打回去，我也来一次。放板擦太弱，他拿了一块砖。哎呦，对小朋友来讲，砖跟板块除了方形不一样之外，其实他不懂得，伤害也是很不一样的。他就放了一块砖。你想一下，小朋友当时的年纪和高度大概是这里，一块砖一啪掉下来，幸好还好那一天他打的是肩膀，如果打到是头，那就是头破血流了。不止这种，还有第二种小时候的恶作剧有很多，我们放一个钉在那椅子那里，一坐下来扎一下屁股，哈，很痛。小朋友被欺负多了，他觉得这是要报复，他拿一根很长的圆珠笔。哦，你这是刚刚马东讲的仙女棒吧？还没说完，专心听一下。我们把圆珠笔给放在椅子那里，起立，行礼一坐。你知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体重比较
较重的小孩子，一坐下去插进去，想到都痛。没有一个小孩子会用深蹲的姿势坐下去的。是你们谁教他深蹲这两个字？我最近在健身。深蹲是健身词汇，健身词汇。所以我们说，小朋友不懂得分寸，不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打回去。你总是让他打回去，万一出了事的时候，他真的打赢了，而且狠狠赢了一把，以后那个在病里面屁股有个洞的那个学生，哎，本来就有洞了，抓了一个洞。所以不要让小孩子打回去，有时候打回去意外发生的会更严重，到时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谢谢。好，那我们这边就只剩下名媛了，名媛了，对。哦。就作为最阳刚的名媛，我必须把对面的问题指出来。对面永开告诉我们，非常危机啊！就今天他打你，本来你先犯错，因为你犯贱，你先呲人家，所以我打你应该，而其他人看不出来。问题恰恰是各位想一下，自己从小到大被欺负的时候，真的都是因为我们主动去犯那个贱吗？我们真的非常的无辜。在学校什么样的人被欺负？小的时候，娘娘的小男孩被欺负，对不对？现在谁敢欺负潇潇？因为他太能讲了，你不敢欺负他。小的时候那不一定啊，对不对？什么样的小女孩被欺负？长得黑黑的，或者长得胖胖的，或者单亲的，这些人招谁惹谁了？他们是无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要打回去？讲我们的道理。最可怕的是被欺负吗？不是。小朋友欺负来欺负去没有什么问题，上课大家都在听讲，下课就到处的跑闹，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今天最可怕的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孤立、被排挤。孤立是什么概念？各位来奇葩说今天来看，假如说你多年之后你能想起来，因为当时你旁边坐着的人和你发生一点口角，你记恨在心吗？大概不会。你多年之后回想到的是，这次来奇葩说现场，你的朋友们都去，就没带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高老师会带来这种极大的问题。第二，小孩子们有小孩子们的江湖规矩。为什么我们提到说所谓的权威，不是棒权威和棒拳头的问题？棒权威的意思是我们是一伙，而你已经和大人站在一个队伍里了。小朋友们一直在玩嘛，今天你打一下，明天我打回去，而高老师就是自动的与所有小朋友们为敌。为什么我们总是给那些人外号，叫做什么？在东北话里叫欠儿灯，对不对？对，欠儿灯，典型的嘛，太招人讨厌了。所以我们都不再和你玩了。小朋友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彼此打交道的方式，不是大人们想象的一种文明。一种规矩，我们长大和彼此打交道的方式，往往充斥着一点点蛮性，是不是？而在打回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我们对彼此的、对同伴的认知。而今天高老师，你只不过是在放弃自己的童年而已。所以啊，小孩子打打闹闹非常天真可爱，没有什么巨大的问题，不会都像对面颜如晶讲的，今天就立一个这么长的原子笔让你做下去，把这件事情太妖魔化了。这件事情放轻松，只不过希望你能拥有一个和同龄人一样的无所谓的快乐的成长的童年。好的。我们发言是根据老师的能力来进行区别的。来，那个如晶先说。他说了这么多，就是孤立。为什么打小报告告诉老师的同学会被孤立？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座各位都说直接打回去就好，不可以告诉老师，是因为你们在传递告诉老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他才会被孤立。说得好。如果今天我们成功的传递了一个信息，叫告诉老师找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大家以后都告诉老师的时候，打回去的人就是被孤立的人了。
是的。好，这边来讲，好，这点很有力哦，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告诉老师的这种观念深深植入到我们主流的同学的心中。的问题就在于，小孩子他们的社会秩序和成年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完全不一样，你没法进行这样的交流。大人，我们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真的说。除了一些成年人之外，绝大多数成年人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你不会看到说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在一起当街牵手的时候，你拽过来那个小姑娘说你这个贱，对不对？不同的世界有不同世界的运行逻辑，所以你这种观点的灌输不会发生任何的作用。好，谢谢。来，马薇薇。我们奇葩说，一般来说，在任何一场讨论的都是3个主题：吃饭、睡觉、骂艾丽。对，小朋友们，他们的社交经验，一般来说也只有3个主题，就是吃饭、睡觉，打另外一个小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心中充满暴力。乐观一点说，因为他们是小朋友嘛。不对。这是小孩世界的社交方式，你们不要跟我比小时候受欺负。作为一个祖籍山东、生在贵州、长在广东，后来又跑到河北去念书，最后又回到广东念书，再回到广东念书，又回到河北念书，最后来北京工作的人，你们跟我比受欺负，转学生是最容易受欺负的，而且是南北方的花式吊打欺负。没有惨痛的童年经历，能有我现在这么变态吗？你是百炼成钢啊！对，我百炼成变形金刚。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成人的世界，它有一样东西去约束，叫什么？叫法律。可是小朋友，我们今天讲的肯定是14岁以下的了吧？对不对？好。他们是不受法律管制的，因为他们是无行为能力人。这个时候，我们今天两边要争吵的是什么？到底是让这些小孩子们按照他们的动物性去野蛮生长，期待他们满18岁那一天，咣的一声就遵纪守法了，说不野蛮了，就不社会化了，还是希望在他小的时候就有老师教书，不仅仅是这样，还要育人呐。所以当法律缺失的时候，教育就是规则。今天我们不要看到小孩打架的时候就说那是小孩的事儿，让他们解决去吧，也不要让小孩在飞机上大声喧哗的说他还小，由他去吧。你让他一去18年，18年后不是进监狱就是变混蛋。就这。好，一个个来说。来，马薇薇，你也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你双手拿2把菜刀干什么？放下。打回去嘛，要显得气势一点。好，不是咱们每一个人都是茹毛饮血到18岁当下成年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着教导，同时在下面打着架。潜规则和明规则共同碰撞，18岁我们成年了。好，如今是个好孩子，没问题。他跟我们说，小孩子不懂分寸。是的。小孩子欺负别人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如果你不尽早的制止他，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没有分寸的情况。没分寸的这种情况，不只是会出现在打回去的过程当中，更会出现在打过来的过程当中，对吧？好，小开说什么？小开说，你被欺负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想一想，其实你有时候也在欺负别人了，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所以为什么你告老师，老师也分辨不出来？我们不想为难老师，小朋友说话有极强的主观性，老师也不是24小时能盯着他，他怎么能分得清楚是非呢？好，分不清楚是非的时候怎么办？一，像艾丽那样子，所有人抓起来一起讲道理，好，没有用。第二，就是像刚才邦尼说的那样，各打50大板放回去，可是那个告老师的小朋友会怎么想？我冤枉，
我没有主动去报复你了，我已经告诉老师了。可是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你知道吗？小孩子被小孩子打，只是受一点点身体上的伤害，被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是对他人生最大的阴影。谢谢。好，永开。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段同学一直扣我们一个帽子。他说，当有人打你的时候，你不尽早制止他，就会继续打你。请问一下，你告老师，老师不会制止他吗？也会制止吧？那为什么我们就是一个任由你打我的小朋友呢？不是，我们也有打回去，只是我们用老师的智慧打回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秋成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老师分辨不清楚。各位，我们不是要让老师来分辨到底源头是谁。我们是要让老师来分辨，每个人都有错。小朋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永远都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就是当我们知道错的时候，我们懂得反省的时候。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那个被欺负的人就是一个贱人，我是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生活中的言语，懂我意思吗？好了，不懂就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段同学这个价值宣导下去，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不要去相信老师，老师解决不了问题。好，小朋友带着这个思想进去课堂里面要做什么？老师教我东西，不要相信他，他不会解决问题。老师告诉我出去外面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不要相信他，他解决不了问题。到最后，老师就是成为一个没有人信任的人。老师要怎样顺利的教书？就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为什么大家觉得自己生活中都遇不到好老师？因为大家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告诉的就是学会信任老师，这是老师成功教育孩子的第一步。好，谢谢，非常好。过吗？你错了，我们不是不相信老师这个人，我们是不相信老师的手段一定可以制止暴力。你懂吗？像如今该提出一种非常理想化的解决方案，把头剃光嘛。你刚才说，如果是我很胖，你歧视我胖的话，那我叫你减肥了，我凭什么减肥呀？我吃得高兴，我为什么要减肥？那如果我娘的话，别人欺负我，那老师是不是也要这样呢？对呀，好。然后艾六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真正的勇士面对别人的欺辱，你应该不屑一顾。那我知道了，所有的小朋友们，如果以后你们被人打的时候，先不屑一顾，你打我吧，我忍着。好。打完了之后，我再告诉你，打完了吗？我去告老师了。你懂吗？我们今天说的是打回去，是讲的一种反击能力，而不是我乖乖被你打，打完了之后我回去运筹帷幄，拿一支圆珠笔插你后面。好了，我觉得够了。哎，我们来请这个两位团长和今天的男神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被感动。廖凡现在觉得还是要打回去吗？我刚才听大家确实辩论的非常精彩啊，确实每个人说的，不管是以自身出发，还是以对方的那个论点出发，我觉得说的特别好的是有一点是说什么，就是打回去，并不是在于说是你用拳头还是用什么，是在于是说你反击的一种精神，可能是，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世界，他有他自己的生存的一种方式。你小时候被欺负过吗？有啊。你长成这样还会被人欺负？就是因为那都跟长相没关系、不是，就一般长得比较凶残的就不会。我小时候长得特别清秀柔弱，后来是整容整成这样的是吗？哥，谁呀？任建国啊？建国？人整容了，韩国做的。你整的跟廖凡似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被人欺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父亲看见我就特别的不高兴，他就问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今天去学校怎么一回事儿，他就说哦是这样，他就说那好，我带你去解决一下。他就带着我呢，就找到了那个小孩的家长。你父亲是带着刀去的吗？没有，带着我去的。带着，因为我长得比较凶残，他带着我去。这是我第一次在我记忆当中被欺负的这么一个。就是家长可以处理这件事儿。是的。所以廖凡，现在你有孩子，你还是会选择让他
我觉得在某一种态度上，我会鼓励他去自己解决，哎，但是一定要有所表示，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还是一定要有反击，因为你不反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不利于你去成长。那你觉不觉得告老师是一个不可取的反击方式？告老师主要是倒不是说老师不能够解决问题，并不是这个原因。告老师当然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一种解决方式，我觉得啊，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小朋友来说，成人对他的这个教育，我想并不一定他都完全能够接受，他只是被强制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要等他慢慢的去理解这个道理。不需要道理，只需要立场。你选择的立场是打回去，是吗？是的，好了，然后我再告老师。金姐还打回去吗？我肯定的。我首先2点啊，告老师了以后，他会寻找一个觉得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观点我不赞同的。2呢，我觉得所有家长也不要认为我孩子交到你学校了，孩子有什么学校老师解决。这也有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啊！老师是培养教育孩子，但是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个人经验，我们家的孩子到目前为止都上中学了，没有一次老师打电话说你们家孩子打仗了。但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被打架的经历呢？有。我们家小儿子特别淘气，回来了，我一看，挂花了，衣服撕破了，脸破了。他说同学打架了。我先问，是你先聊闲的吗？是你调戏人家的吗？他说是。我说活该。那你挨打活该。完了，你如果说是没有，我说打回去没有？他说打回去了。我说打回去可以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解决方法。小孩子打仗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每个班都有那个切尔登，明白吧？这2个小男孩打架，说一个小女孩肯定跑，老师他们打架了。切尔登，没错，没错，就轮不到你自己告。对，根本不用你去告老师。而且很多的时候，孩子打得比较挂花了，见血了，把那个父母叫来了，一看一个父母跟那父母猛着道歉，那个父母猛着赔礼道歉说，那2个孩子在操场又玩起来了。所以说让孩子们解决好了。有一次我带超市去买东西，我在这边挑东西呢，我儿子在超市突然拿了个儿童的小推车，这时候上来一个比他大1、2岁吧，我儿子6岁，那可能7、8岁，这是我的车，梆就给我儿子一巴掌，我眼看着儿子挨了一个耳光，我在旁边一看。这东北娘们差点把东西一摔，嗷就上去了。你敢打我儿子？我正要扔东西的时候呢，我儿子捂着脸回来了。我就叉着腰，我说：“儿子，他打你了，给我打回去。”我儿子说的不。那个时候，那个孩子的家长说的：“你怎么打人家？怎么那个吧？”我儿子说了一句话，一下让我特幸福、特震惊。他说什么？他打我是他妈没教育好他，我要打他的话，我们俩就一样了。警察叔叔会把我们都带走的。嚯！我跟你讲，你儿子太会拍马屁了。没有，我平时在和平的时候，我给他说的一些话，在他身上起作用。我心里有点不甘，毕竟看自己的儿子挨了一巴掌，但是我心里特别高兴。面对这个问题，他有他这种理性和理念，一个6岁的孩子能解决好了，我不担心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还坚持在我这个角度上。如果是我的孩子犯错了，你挨打，你活该。你凭什么逗人家？所以这样，金星姐真的是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她的主意是经常变的啊，就是这个立场的变来变去，这个完全看心情啊。我们听听蔡团长的吧。蔡团长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啊。听完金星老师之后，常常觉得好像他已经帮我拉到票了的感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因为武侠小说很简单，它是一个靠力量解决问题的地方，谁的武功厉害谁就赢嘛。降龙18掌打败了桃花岛的掌法，降龙18掌就赢啊，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武侠小说特别让我们读者感觉到，心平气和、干净，就是原则很简单，很好 follow 啊。那我们中国人活在武侠世界当中吗？没有吧？你在电影院排队的时候，有人插队，郭靖会出来赏他一个降龙18掌吗？不会啊。有人在地铁上大小便，黄蓉会出来拿打狗棒法打他吗？也不会啊。我们陶醉在武侠小说世界里面，因为它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它是我们逃避的地方。我们相信力量，就是因为它虽然单纯而美好，可是它不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
我今天参加奇葩说会第一次的要开马东一个玩笑呢，我开过你很多玩笑，可是今天要开的玩笑是关于你询问问题的方法。就是马东一开始就问了这些大人，说你觉得小孩打架了要不要打回去？他不是问小孩自己，他问大人哎。这里每个发言的人都是大人，包括你们按钮的100个人都是大人哎。所以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老师的世界喽。你们都经过文明的洗礼，你们都知道遵循法治的优点，所以你们根据这个判断，你们根据种种教育的原则，然后你们决定告诉小孩、告诉老师或者打回去，那都是大人讲的观点。所以马东老师一询问了大人的观点之后，再来问这一队的人，而这一队人说小孩有小孩的世界啊，我们大人不要掺和啊。这些大人就在里面掺和着，是大人的价值观在鼓励小孩子，你应该打回去，你要有反击的力量。当博邦尼在小孩的时候，他可想不出这些道理来，他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嘛。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我们怎么想得清楚呢？我们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哈利波特本人没有被班上的坏同学欺负嘛，欺负死了。他没有爸爸妈妈，血统被质疑，所以老师要保卫他那个好的几个知己，他要跟坏同学起争执。我们这些读哈利波特的人，难道不希望邓布利多校长出来魔棒一挥就把这些坏同学统统给治了吗？我们希望，可是校长有校长的智慧，所以邓布利多校长呢，有时候管，有时候偷管，有时候不管，有时候送你一把宝剑，有时候派一个幽灵，反正就是做各种事情，他就是不出面来替你处罚，他要小孩子自己锻炼。可是老师是昏庸的吗？老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老师知道。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学校被我们当成是最可爱的学校之一，里面有坏学生，有好学生，有坏老师，有好老师。所以我们其实对老师、对好的教育是充满期待的。我们不能因为真实世界的教育制度没有用，结果我们就把它打到谷底，说这是一个不可信的制度。我要特别提醒的是，潇潇如果私下跟我们做朋友，我们会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坦率可爱的人。可是潇潇刚刚讲了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打那个告老师的人，他设立了一个黑帮的规矩。如果他跟他班上的同学，大伙儿都一起号召说，谁告老师谁就是王八蛋，我们就打他个死。这个价值观散播出来，最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就是我非常恐惧的，叫做私刑，叫做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霸凌。对，你知道我们这些公众，我们在座这4个人，我们在微博上不会被少骂的。有多少人喜欢我们，就有多少人讨厌我们。讨厌我们的人会用多少方式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羞辱我们，用最脏的话骂我们。上网的人可能是个13岁的小孩子，他懂什么？他用最肮脏的话说，他不知道那个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可是我们会忍住，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的名字亮出来，让他被逼迫他的账户关掉，让我们的粉丝全部到他上面去，把他的版页给刷了，然后让他活不下去。我们不会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知道你号召大家一起来欺负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做了多么不对的事情，这就是私刑。所以法律是一个底线，它保障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自的价值观而约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欺负某一种人。所以如果我今天敢站在告老师的这边，不是因为我认同告状这个行为，可是因为我恐惧私刑这个行为。所以我同意刚才廖凡所说的，培养还击的力量，可是也要培养还击的智慧。我们要相信大人的教育，然后在这个教育当中，我们今天教了几件事情。我们相信反击是必要的，我们相信反击的力量，可是我们要相信反击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当中，如果有理性的、和平的解决的方案，我们就不需要用还手的方法来打回去。好，谢谢。我真的要热烈鼓掌，因为关于这个话题，我跟康永哥在化妆间其实聊过，我说你真的要选这边吗？他说我没办法，被选这边了。然后居然一个被选这边的人还能这么这什么从哈利波特到到降龙十八掌，能找出这么多角度来啊，厉害厉害！我们谢谢康永哥。那你们会被康永哥款款深情的这番话所打动吗？你们那么多选择了打回去的人，有多少人会听了他的话而做出另外的选择呢？请你们最后按键选择你们的立场。哎，其实我的解决方法比你们所有的人可能都要更好一点。我觉得我会给我的孩子包里面放一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有什么可打的嘛，对不对？或者我就开着我自己
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送他去，会赢得一致的尊重。当然，终极解决办法就是让他吃 豆。为什么？因为吃了 豆能变豆。在学校只有一种人不会挨打，就是豆。涨价涨价！这光是花式广告被弄成这样，你们还不涨价，真的？好吧，来，我们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啊！来看看，反方获得36票，反方胜。请让我说话，说话，说话。我们把自己的虚荣当成了孩子的光荣。老师可以用多元的方法解决问题。你们告诉我们打回去，因为你们不想长大。正方3个人啊，其实这个预料当中，哎呀，整这3个人太有意思了。康永哥一直在说，这个反方是特别难说的一个角度，但是正方难守，难守。你上来积累了那么大的那什么，被人家一冲回来的时候，确实是难守。我们提倡反方，但我们坚守正方。我们不在意正方和反方，只要他们3个被整，反方是理想化，反方比较理想，正方是现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开一个戏剧，就是他们2个思达跟潇潇是学生，然后甜甜是老师。我想看这个班怎么上。你知道，你这个剧的名字就叫《监狱风云》。来吧，我们现在要请3位老师在3个获胜者里面，是挑出一个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最想同情的。对，他们真的是胜之不武，虽然今天赢了，但是好像赢得窝窝囊囊的。对，就是在这个3个窝窝囊囊的人里面挑出一个，还有让我们残存对他一点怜悯的人，有一股黑气盘旋在那边。对，这个衰透了的一个群体，真的是啊。好，来这个谢谢你们。康永哥为什么是这个人？这还要拉。他今天讲了一个致命点，我觉得让他的对手非常难逃过他笼罩的范围，所以我想要给他。哦，他还是蛮优秀的。对，金姐为什么是他？我们特希望他强大，但同时也特别同情他的位置。啊，好的，那廖凡为什么是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谢谢廖凡。维持了我们现场残存的理智啊！居然还用思路清晰来表扬的这个选手啊！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我跟你讲啊，来获得这个本场这个由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抗饿基金的是，请亮题吧。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亮题吧。永开，艾丽获得胜利的是永开，谢谢。有钱有势，有刀有枪，不如有范儿。感谢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再见。拿到这 BBQ， 我想对我妈说的话，就妈你不用返我学费了，我自己未来要过去台湾升学的学费刚刚好，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数目，未来我妈可以罢工1年。什么样的神都可以来奇葩说，连妖魔鬼怪都应该来，这才是奇葩说该有的气度。廖凡老师今天挺冤的，他都不清楚战场是什么样的战场，就给拉进来，完全是被一种被宰的羊。第一次了，很新鲜。开始的时候不能够进入，但是随着他们的这个气氛的热烈以后，慢慢的就会跟进去，而且他们聊得很有意思。他是一个严肃可爱的男神，而且喝了酒以后很有真性情。好在他还有个白日的经历，还挺好的。最后从这焰火了，也挺好，不错。命中注定要来遭此一劫呀。